那个会长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家交流一下的。请问各位有什么想要发问的？老师在这边可以回答。先生你好，就是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就是我刚刚有看到那个黄道12宫，那我不知道说它，因为法国就我所知比较是天主教学校，天主教的信仰，那好像我其实没有对天主教那么的了解，但是照理来说，天主教是不太，好像对于那个 zodiac 他是不认同的。那我是想说，对这边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它黄道12宫不是我们的12生肖，它的黄道12宫是天蝎座啊，那个对，就是，可是我不晓得，因为我最近在慕道是慕那个基督教的部分，那他们对于星座的那个外部分，他们是算好像是算不能并存的啦。哦，那个这个东西其实不用把它分的那么二分法，好不好？我们知道，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所谓的天体运行说，早就已经打破了圣经上的神话，所谓地是平的，那地球是世界的中心，这件事情早就被打破了，好不好？所以并没有那么二分说那个星座他们不接受，好不好？好，所以那个在那个上面出现一个所谓的那个12星座，那表示天的意思嘛，所以他们。我们去看了也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因为在这条轴线上，在这栋建筑物底端，你能做什么？啊，你做一个水平的转换成垂直的，跟天去做一个结合，我们觉得那个主题抓的还算不错这样子。好，谢谢。请问李教授好。喂，关于那个法国的这个轴线哈，它的两边市政府有没有什么规划，使得它很影响到这个轴线哈它的发展？比如说老街坊里面有没有什么居民的聚落啊，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博爱门啊，就是那个可以这样，说每年的几月几号几点，什么太阳照过去的时候。穿过凯旋门什么的，有些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话，当然看两边人的，他当时说要1000万人的准备了，有什么样的规划？不晓得。那个他在他都市计划里面，他都有一些依据道路宽度做一些分区。好，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巴黎的高度一般是20公尺，那某些地区可以到35公尺，都不会比这个再高的。那拉丁邦是一个新的地区，啊，所以它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蒙巴纳斯是特例，好，所以200公尺高。那到布拉斯意大利就13区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做的都市更新，所以那边出现一些所谓的高楼，其他地区没有，其他地区都有所谓高度的限制。我想那个去过巴黎或者说住过那些。房子都知道说，你那个住在那个阁楼顶上，好，那个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好，那说是很浪漫的感觉，其实很辛苦，因为过去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从1楼一路要爬到7楼，好，那你住那个地方叫双峰的 boat， 就是佣人房，因为下面过去是有钱人，所以把上面隔成一小间给佣人住，那慢慢现在大家人工越来越贵，所以请不起佣人了。那个房子空了以后就给小朋友住，小朋友的大了以后拿去租给学生住，所以很多学生到了巴黎去都住在那个商铺的功能里面。那个小小的一个房间，那个不到2米宽，深大概也最多3米多。那活在里面其实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房间里面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台，没有浴室的，那厕所在外面公用的。啊，然后那个电梯前面他们后来在那个原来的楼梯中间就加了一个电梯，那个电梯所以都很窄。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那种房子，进去以后第1个、第2个、第3个要叠起来，那个电梯才可以走。
那对不起，如果你今天住在萧河的凤，他不让你坐电，你要自己爬7楼。好，所以一般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因为那个7楼大概就知道说，哦，那个高度限制在就在20公尺这个部分，好不好？那某些地区可以到35，啊，所以大概都是有这个固定的高度的限制的部分，所以不会看到那些突然像台北市那个市政府后面冒出来高楼这种情形。那我记得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那巴黎又要盖高楼。然后送到市政府去，结果最后被打了回票，不让他盖高楼。好，就是那个因为在法国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monument historique 啊，就是这个等于是古迹建筑的一个部门。那你在那个所有的那个巴黎，如果已经划定是古迹的地区，它的500公尺的范围内，如果你要盖房子，都要经过这个单位去核准。好，所以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控制，不会像我们的那个雨后春笋，像东冒一个西冒一个，那个不是什么那个什么玉山官邸旁边冒出来一个什么一品院，好像这种情形它不太会出现。不晓得有没有正确的回答到你的问题？另外我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赛马河跟这个轴线的关系啊，和台北的淡水河跟台北的轴线的关系啊，方向都是向东发展，河流都是向西北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跟河流跟城市的发展的这个区位啊，这样子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关联？反正那个中国的地形都是什么北边、西北边比较高，东南边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流的这个方向。那个巴黎也是一样，啊，那它也是从东边往西边流。那淡水河其实也是一样嘛，好，从西边去出海，对不对？那其实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说大家都知道左岸啊，左岸有咖啡，对不对？大家知道怎么分左岸右岸？水流方向。对，你站在上游。往下游看，你的左手边就是左岸，右手边就是右岸。好，那巴黎的发展，那个当初从中间的洗衣岛开始，那他们慢慢其实往左岸发展。那后来因为那个蛮族入侵的关系，所以又退回到洗衣岛上。那之后巴黎城市发展反而右岸发展的比较快，啊，右岸就是出现很多的商业活动的这种空间，所以右岸发展比较快。那左岸因为早年那个罗马人曾经统治，已经发展过去，所以左岸被称之所谓的拉丁区。那所以也都是一些学校聚集的地方，不管是拉索托呢，不管是GC啊这些学校，大家都在左岸。所以那个大概跟河流的坐向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关系啊。不过那个台北不一样，台北是右岸发展的比较快，相对的左岸的那个所谓的新北市那个部分，那是发展的那个比较慢的。喂，那个教授你好，就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我看来，就是巴黎的都市计划啊，他们这些公共建设对人的生活就是很亲近，然后也很符合人的需求，像公园啊，或是这些造景。可是我发现到就是他们不足的地方就是公厕，就是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他们怕影响他们的风格，或是破坏那个城市的和谐度？那个你要了解一个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他们的文化，你今天不能期待说像大陆一样，所有的城市道路的交口，然后做一个公厕，还写观光公厕，所以你很容易去找到那个公厕。在巴黎的时候，那所有的公厕你要找公厕，你要去找那些 bar， 或找那些餐厅，好，那个通常他也不会拒绝你，那你千万不要在1楼晃，一楼绝对不会，绝对是你进去以后往地下室走，好，他们的厕所都是在地下室，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城市的文化跟它的运作的模式，你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好不好？好，那个就跟你今天到那个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你在大街上找不到太多什么样的生活设施，你一定要到那后面的巷子去，那个才是居民生活的空间。今天你不管是要买水果买什么东西，你到后面的那个小巷去，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演讲去谈那个城市的轴线这件事情，就说你认识城市的一种方式，好，你了解这条轴线的发展，你就很容易去掌握说巴黎到底长什么样子。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在巴黎念书的时候，有同学来巴黎玩，然后我说约在地方见面，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那个6条街道交汇的地方，我就傻眼了。巴黎是中世纪慢慢发展出来，到处都是这种6条街道交汇的地方，我怎么去找你？那我说你可以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他一看说旁边有春天百货，我说我就知道你在哪里。好，所以这是一种认识城市的方式啊，透过一些地标，透过一些所谓的轴线啊，跟我们讲说你了解了这个城市的运作的方式，你就不会觉得到巴黎去要找厕所非常不方便，好不好？谢谢。我想请教，因为你今天从巴黎到台北到北京啊，对，把整个地球到现在大概从科学发展以后到现在，那么现在说外星人，可能我们一个玛雅文化，我想讲玛雅文化里面有一个什么麦拉轴线啊，这些中间之间的一个关联，或者你们看到它的一个趋势，整个地球在见到这个这些有名的这个城市，它不晓得对这个观点，由你研究这3个城市的跟这个玛雅文化那已经是消失的一个。其实我们讲说，我们存在这个土地上，对不对？那脑筋里都会有一点定位嘛，你要知道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面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说那个演讲在地质馆，大家跑到前面一看门没开，大家就傻眼，对不对？然后那个标示，然后下面画了一个箭头，可是那个箭头是虚的，只看到上面的字，没有人看到下面的箭头，所以每个人都站得很合，都会迟疑了很久，就没有办法去定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过去的人就发展出所谓的轴线。今天你不管是中国的福建不管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也是用轴线。今天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它也是用所谓的轴线，或者你讲那个所谓的玛雅文化。人第一个用轴线，让你对空间的观念比较能够掌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轴线的观念，那再去慢慢再去长出去所谓的东南西北的方向，那个其实是跟人对空间的认知有关系。好，如果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样的空间经验，如果台北市是有日本人这个早期规划的，基本上还是格状，对不对？哈，虽然有别的地方不规则，你有没有去在新北市走过？你会发觉你在新北市如果开车，你就会迷路，因为它是原本是乡村那种乡间的道路，所以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好，所以你在那个绕到最后，你完全不晓得那个，同时它的路标是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你会误解的。所以你在新北开车，你就非常的困难，好不好？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件事情，是一个人对空间的认知。那除了轴线是最容易让你把方位可以定出来的一种方式，好不好？才会发展出今天不管看中国的，不管是看巴黎的，或者看台北的，大概都是这样同一个模式。我不晓得这样子能不能够。你的心得，当然你刚才讲的我很同意。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文化就是最人为的嘛，我们有时候一些就会尤其走在新北市那些老的城市，一到最后都是走到死巷，因为它没有逻辑可言。现在的这个卫星定位都是2点之间用直线距离，那个点就要构成一个轴线的点，它能找到一个通路。很重要就是这个逻辑。那个西方大概都是当有开始科学文化以后，都是用棋盘式的就像我们下围棋，
19乘19那现在这整个地球的一个卫星的定位那现在已经这个很清楚了。从卫星我们看，我们自己只是地球上非常小的一点而已你没办法看到一个全面那现在只有你凭你的想象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一直在找外星人，到底有没有外星人？他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在地球建立了这个整个一个我们看到那个玛雅那个叫什么麦拉吧什么轴线非常大的一个。那这个到底这些，我们目前当然美国太空总署一直在积极要找这个答案他们的登陆火星，有听过我开玩笑，这个登陆火星他们都进去要去找到这个到底那里的生物的存在。那他们的逻辑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们地球一样？那当然，第一个你要找到有人有他们的生物，有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外星人。这你现在谈的就是研究的这3个城市把它连在一起，从西方到我们东方。那我们台湾当然是目前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点，以台北来看前面那一部分，这是后来我们有都市计划，也是很晚以后才有。那日本人已经在这里建立关系，它是大概建立在应该是1896年，就是日本人到台湾来，从苏澳港进来，造成这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谢谢你。不会是与外星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那基本上我想这个都跟文化有关系那虽然西方这个城市里面看到它讲轴线，但是如果你去意大利，你去看那些3层。没有什么轴线可言。为什么？它当初是因为中世纪发展出来的时候，因为防御的需要，所以都在山丘上面。那同时都是沿着地形而建的，所以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没有什么轴线可言。所以它跟环境有关系，好不好？那大城市可以去谈轴线，小城市它大概就不会去谈轴线。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会发觉欧洲的车都比较小。美国的车都比较大，为什么？美国为了发展方便，所以你会发觉今天不管像 San Francisco 那样的地形高高低低的城市，它一样给你画轴线，所以才可以看到警匪片里面的追逐那个车子飞起来的这种情景。对，为什么？为了土地的划分的方便嘛，很快的人可以分到自己的土地嘛，所以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它的道路也比较宽嘛，对不对？所以它不会坐小车子嘛。那欧洲不一样，欧洲很多3层它那个道路很窄中世纪慢慢留下来，所以只能坐小车。所以你会发觉都是从自然的环境慢慢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探究后面它形成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好不好？好，那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轴线这件事情，从过去的帝王开始，从埃及开始，它都是轴线发展。因为人的脑筋很容易对那一条直线比较容易去认识，好不好？来，刘会长。谢谢。